台湾人真是一个刻苦耐劳的民族哦，你知道吗？我们的工时竟然排名世界都第6哦，比日本、韩国都要高很多了哦。平均哦，有30%的人哦，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哦。你去算一下，请问你早上几点去上班？请问你晚上有准时下班吗？你回到家又是几点？你可以算算你的工时哦。为什么叫你算工时呢？因为 WHO 有统计哦，如果你每周工时超过55个小时哦，你的中风的风险会增加35%哦。如果你每周工时超过55个小时，心脏病的风险也会增加17%啦，而且又以男性比女性多了哈。我们常会听到一个东西叫做过劳死嘛哈，因为其实前一阵子也发生一些不幸的消息嘛哈，比如说有一位法官嘛哈，他不是从楼上跳下来吗？遗书上面写着我太累了。也有一位书记官可能因为过度的工作的关系哈，就突然间可能就发生了败血症就过世了哈。那前一阵子因为有花莲大地震的关系也有一些事务员他就因为要处理一些地震的关系突然间就暴毙了那首先我们要定义到底什么叫做过劳死其实过劳死以前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你可能不觉得它是一个病事实上 WHO 已经正式把过劳这件事情定位成一个疾病了其实我们一般讲的过劳到底会不会引起猝死，其实是会的其实比较常发生在一些原本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毛病的人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突然间最近可能一些压力或是工作量突然变多啦但是常常知道吗？我们如果处在压力之下，你人身上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肾上腺素那肾上腺素就是要让你身体产生一些能量来应付这些危机的比如说你在一些火场可以看到妈妈非常的英勇为了要救小孩，啪啦啪啦啪啦就把那个冰箱怎么推开，整个都厉害。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肾上腺素大量的分泌但是它反之来带来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它就会让你的血压瞬间的就飙高所以原来你就有心血管毛病的人，你血压突然间变高，你当然容易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急速的发作嘛就可能会产生猝死嘛所以才会有人讲说，如果你常常在过劳，你就可能被引发猝死。其实原因就是这个样子了当然，你也有可能有一些像，比如说你最近就突然间压力很大，不一定要长期的过劳了。比如说，你就最近压力超级大，你的血压是会飙高，一定会嘛因为你昨天讲了嘛，肾上腺素分泌，加上你没有好好的休息，你的血压一定会飙得非常非常的高。如果血压飙高，直接飙到250、260、270，你就算平常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也可能直接爆血管，可能直接就倒地了所以他讲说，过劳引起的猝死可能会有2种，一种是长期的日积月累，造成你的身体已经负荷不了了，最后一个导火线可能就让你倒地。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这几天直接过劳，比如说你连续3天工作都没睡觉，你可能血压直接飙到250，就可能直接倒地了所以国际上很多强都已经告诉你了，比如说美国心脏协会也告诉你了如果你工作压力比较大，或是加上付诸回报失衡，心理会不平衡嘛你罹患心脏病的疾病就会增加了49%而且工作压力较大且付诸回报失衡罹患疾病可能会增加到103%，就是这2个里面有一个是增加49%。你工作很多又没拿到适当的报酬，哇，抱歉增加了103%，增加1倍之多所以可以适时的跟老板谈一下薪水，好不好这样子你比较不会因为过劳而产生一些并发症但是说话的技巧要有一点点不要谈完下个礼拜就被解雇了好不好我刚才讲到过劳会引发心血管的疾病嘛事实上过劳可以引起很多毛病，不只是心血管的毛病因为他就像讲那一位书记官嘛因为看那个新闻的报道他后来是白血球升高到18000，后来引起败血症，然后后来因为败血症引起肝肾衰竭而过世的我们刚才讲到过劳，除了让你肾上腺素增加之外造成你血压可能不稳定，另外就是过劳这件事情，因为你没办法好好的休息，我们身上所有的器官都需要休息的，因为你不休息，它就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功能。比如说你的免疫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一阵子在高压之下，你就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没办法解释的状况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低度发烧，好像又畏寒，就好像败血症的样子你可能莫名其妙的喉咙痛，全身的肌肉酸痛另外就是你可能就觉得睡眠都会有一点障碍，明明觉得很累，可是确实没办法好好睡觉。这些都可能表示你身体现在已经过劳了如果你去抽血，你会发现你身上可能处于一种发炎的状态。比如说，如果看到你的 CRP 慢慢的升高，白血球明明你去验尿你去照 X 光都正常，可是白血球就是比一般稍微高了一点点。另外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肝脏的指数好像微微的升高，你明明又没有脂肪肝，你明明又没有 B 肝 C 肝，这些都可能表示你身上已经处于过劳状态。但是它处于过劳状态，特别是你免疫力过劳的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低下。这时候万一来了一个感染，平常感染的时候，你的免疫力是可以把它杀死的。可是这个时候你的免疫力会很差嘛，
这个感染可能就造成你败血症，就可能造成你肝肾衰竭，就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的啦哈。那我们平常到底要怎样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不是处于过劳的状态呢？事实上这是可以被定义的。其实为了要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长期的慢性疲劳，其实现在已经有做出一些量表出来了哈。如果你有慢性疲劳这个症状的话，基本上你要符合我们的定义啦哈。主要的症状就是说，你有无法解释的持续疲劳感，跟运动无关哦。比如说你昨天去跑3000公尺，你回来累是一定的嘛哈。我们是说你没有特别做什么运动，可是你却有无法解释的疲劳啊。然后另外就是你连续3天没睡觉，你当然会疲劳。我的意思是说，你明明觉得你没有特别做什么你的饮食也很正常啊你睡眠也还好，可是你就是有无法解释的疲劳感哦。另外，你就算去睡觉，你没办法改善，因为有人很累，他可能去睡一觉起来就会觉得有体力了，就是睡觉也没办法改善，而且这个症状不是说你从小到大就有了从小到大就有了，可能代表说你天生就很容易累，好不好？那不是怎么样，是最近才发生的。重点是这个症状可能要持续超过6个月以上，而且这个症状已经造成你日常活动的显著减少。比如说，你就会变成平常是个很爱动的人比如平常一个礼拜可能出门5趟6趟现在可能出门变成剩下1趟。如果有这些的话，小心你可能已经得到所谓的慢性的疲劳症候群了那如果这个样子还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可以做个量表看一下，这底下有8大症状这个8大症状里面，如果你符合4项，而且这个症状持续了超过半年，你就符合我们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候群了。有哪8项呢？第一个就是短期记忆力或是专注力开始减退了人家跟你讲什么2下就忘记了也没办法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你就有可能是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候群的一种另外就是运动之后疲劳不适感超过24小时以上，就是你去运动超过1天都没办法恢复，也要小心另外就是这个睡眠无法消除的疲劳，又或者是肌肉会酸痛，或者是多处关节酸痛，但是没有红肿。因为如果你突然那个酸痛又有红肿的话，你要么痛风，你要么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嘛就是莫名其妙的痛，可是外表看起来都好好的或另外就是你觉得那个开始头痛，但是这个头痛不是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就是这半年最近新发生的。另外就是常常发生喉咙痛，你也没什么严重的感冒，也没干嘛，就是这喉咙痛一下，这礼拜痛一次，下礼拜又痛，你又没有其他感冒的症状，就是莫名其妙喉咙一直痛，你也要小心另外就是淋巴结的疼痛常常有什么腋下淋巴莫名其妙就肿痛起来了，你也没有很明显的感染状况，就是莫名其妙痛起来。如果这个8大里面你有4个，而且这个症状持续了超过半年，你可能就符合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候群那如果你有这个毛病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代表你的身体一直持续的处于在损耗当中持续损耗当中的时候，万一有一天又来一个导火线，比如说今天早上去突然发现，哎呦，怎么老板把你减薪了？哇塞，这个这么大的打击，可能就造成你心血管疾病就直接发作，就可能造成所谓的猝死所以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现代人都很没有注意职场的健康我们都是为了要表现为了要养家活口，我们都是很拼命的那个在工作。今天主要告诉大家其实在台湾过劳死最常发生在25岁到55岁。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因为在台湾还是有大部分人还是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概念当然我知道现在都是双薪但是大部分男生还是承担比较多的经济重担那承担很多比较经济重担的时候，其实他们压力就会很大，就很容易得到这个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候群久而久之，你身心扛不住的时候，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就可能造成你的猝死所以要怎么做？请你再看一遍这个量表，直接去看。如果你有的话，你就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可是很多人说，你讲这个不是废话吗？我不去工作，我怎么样赚到钱？我怎么样养家活口？我没办法不工作我常常教大家一个诀窍身体可以累，但是心灵不要累好不好？就是工作量可能还是很多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它的话，其实你受到压力就比较不会这么大。另外要适时的舒压怎么样适时的舒压？常常讲嘛，6日还是要好好的休息。另外，如果你有一些压力，比如说回去就是今天早上又被老板骂了找个出口跟你慢慢的跟你一起分享这个事情嘛最常见的就是回去跟老婆的关系处好一点。早上如果被老板骂了，回去就跟他诉苦，当个小男人下也没有关系的就是身体在6日的时候尽量的休息，心里有任何的压力记得讲出来，不要闷在心里，你就比较不会有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候群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坤医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
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的按钮哦，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谢谢大家。